大家好，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本期内容基于真实资料整理，用轻松温柔的方式陪你走进她的点滴与成长。所有画面均为实拍呈现，为使用爱生成。愿这段时光带给你片刻放松，也让你在不经意间更加喜欢与珍惜自己的那份热爱。迪丽热巴陈飞宇同框太绝了，黑红御姐搭白花少年，这 CP 感谁还说没有？迪丽热巴和陈飞宇主演的《白日提灯》总算开播了，这两位顶流凑一块儿，关注度自然不用多说。最近他俩一起出席了新剧宣传活动，同框的画面让不少人直呼太好磕。咱们今天就来看看他俩当天的状态。热巴那天一头长卷发，穿的是黑红色长裙，上半身是黑色皮衣加蕾丝边，下半身是酒红色蕾丝裙，整个人就是十足的御姐范儿。她身后站着陈飞宇，穿着黑色衬衫，外面套一件白色长款外套，衣服上还有立体花朵设计，打扮的也挺帅。热巴这件衣服侧面看还有红色蕾丝细节，真的超级火辣。她一上台就笑着挥手跟粉丝打招呼，整个人特别放得开。两人站到舞台中央后，先是自我介绍跟观众问好。陈飞宇手里还拿着一个白色毛绒挂件，看着有点可爱。说句实话，热巴这个美貌真的太能打了，随手一拍都好看。陈飞宇本身挺帅的，但站在他旁边竟然显得有点逊色。从现场观众晒出来的照片看，热巴状态真的好到不行，皮肤白到发光，颜值一点没崩。她一会儿笑着回答问题，一会儿嘟嘴卖萌，又美又可爱，台下粉丝都快喊破嗓子了。这次剧宣活动上，两人还复刻了剧里的名场面。陈飞宇给迪丽热巴戴链子，热巴还原经典台词的时候，台下观众全都在惊呼，激动的不行。说实话，白日提灯刚开播那会儿，不少人吐槽他俩没有 CP 感，说顶流搭戏就是各美各的。可看了这场同台活动，真的改口了。他俩之间的化学反应也太好了吧，就一个对视都让人觉得特别甜，特别好磕。其实仔细想想，热巴演这种又美又飒的角色本来就拿手，陈飞宇外形干净气质偏冷，跟热巴的御姐风正好互补。活动现场两个人互动自然，没有那种硬凹出来的甜蜜感，反而更真实。热巴嘟嘴的时候，陈飞宇在旁边笑；陈飞宇说话的时候，热巴认真听。这些小细节比什么刻意营业都管用。观众不是瞎子，有没有火花一眼就能看出来。不说别的，就冲这两位演员的颜值和演技，这部剧就值得追。更何况现在看了同框，连 CP 感这一块都补上了。白日提灯后续剧情要是给力，说不定真能成为今年的一匹黑马。反正我是不舍得快进，就想看他俩多同框几集。作为观众，这一场关于同框的再认识，其实来得刚刚好。当迪丽热巴与陈飞宇因为白日提灯站在同一束灯光下时，很多人最初的判断其实是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一个是浓颜系的成熟御姐，一个是气质清冷的少年感男主，这样的组合似乎更容易被贴上各美各的标签，而不是彼此成就。可偏偏舞台是最会打脸的地方。那天的迪丽热巴一身黑红交织的造型，几乎把张力两个字具象化了。黑色皮质与蕾丝的碰撞，让她的气场既锋利又柔软。酒红色裙摆在灯光下流动，像一团克制却不失炽烈的火。她站在那里，不需要刻意强调，就已经是视觉中心。这种美，并不是单纯的精致，而是一种带着情绪的表达。你会觉得它不仅仅是在好看，而是在存在。而陈飞宇的出现，则像是一笔留白。白色长外套上点缀的立体花朵，让他整个人显得干净、轻盈，甚至带着一点不经意的脆弱感。他不是那种一眼压过全场的类型，但正因为如此，当他站在热巴身边时，反而形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不是对抗，而是映衬。
很多人误以为 CP 感来自于相似，但事实上，真正高级的化学反应往往诞生于差异。当两个人站在舞台中央，开始对话互动，那种原本停留在视觉层面的对比，慢慢转化成了情绪上的流动。迪丽热巴的笑是外放的，带着温度的，她会主动去和观众建立连接。而陈飞宇更多时候是收着的，一个眼神，一个侧脸的变化，都显得格外克制。可正是这种一动一静，让画面开始有了故事感。尤其是在复刻剧中名场面时，那种氛围的转变是非常明显的。当陈飞宇为迪丽热巴戴上链子的瞬间，现场的惊呼并不是因为动作本身，而是因为那一刻，两个人的状态是进入角色的。他的眼神微微下垂，却带着掌控感；他的动作看似温柔，却隐约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这不是刻意营业能做到的东西。真正让人信服的是那些不经意的细节，他嘟嘴时他忍不住的笑意，他发言时他专注的目光。这些瞬间没有被设计成糖点，却比任何精心编排都更有说服力。观众会在这些细节里自动补全人物关系，也自然愿意相信他们之间是有流动的。回过头来看，白日提灯最初被质疑的没有 CP 感，更像是一种静态判断。可演员的魅力从来都不是一张海报能够定义的，舞台、互动，甚至是空气里的节奏，都会改变一切。迪丽热巴其实一直很擅长这种带有掌控力的女性角色，她的气场决定了她在关系中往往是主导的那一方。而陈飞宇的优势则在于他的干净与克制，让他更容易呈现出一种被吸引的状态。当这两种特质真正被激活时，你会发现他们不是不合适，而是刚刚好。一种成熟与青涩之间的张力，一种强势与温柔之间的呼应，这才是所谓的好客。所以，与其说这场同框改变了观众的看法，不如说它让大家第一次真正看见了他们之间的可能性。CP 感从来不是标签，而是一种在特定瞬间被点燃的感觉。而这一刻，他们确实做到了。至于白日提灯能不能成为黑马，或许还要看后续剧情如何展开。但至少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当迪丽热巴与陈飞宇再次同框时，已经没有人会轻易说出没有感觉这句话了。迪丽热巴白日提灯开播破纪录，红衣鬼王霸榜全球，内娱女顶流实锤。内娱古偶界最近彻底沸腾了。迪丽热巴主演的古装奇幻大剧《白日提灯》一开播就炸裂，腾讯视频站内的热度峰值瞬间飙升至26481，直接刷新了平台年度新剧的开播纪录。这一组组断层数据，无声地证明了内娱女顶流的强大号召力与绝对的抗拒实力。3月28日中午12点准时上线，开播仅15分钟热度便突破22000，50分钟后又突破23552，首播在线人数突破80万，预约量更是高达674.5万，创下了2026年全网剧集预约的最高纪录。从腾讯站内到全网热搜、海外榜单，它几乎霸榜全场，堪称内娱年度最炸开播的盛况。白日提灯的火爆并非偶然，而是顶流号召力与顶级制作的双重胜利。这部剧采用东方暗黑美学为基调，经历了数年的精心打磨。剧中使用了1900个电影级镜头与沉浸式特效，将归墟这个神秘奇幻的世界呈现得如梦如幻，每一帧画面都美得让人心跳加速。尤其是融入的敦煌美学元素，更是将东方古典韵味与奇幻的诡谲感完美融合，视觉效果达到了顶峰。而迪丽热巴的表现则成为剧集的最大亮点。她在剧中一人分饰三角，成功颠覆了自己以往的形象。她演绎的400年鬼王贺思慕，柔弱易碎的孤女，疯批邪魅的第三人格，切换的无缝又毫无违和感，眼神、神态、气场的层次感分明，给每个角色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红衣白发的鬼王造型一出现，
立刻惊艳了全网。那火红的衣裳如火般炽热，白发如霜，配合那凌厉冷艳的眼神，自带一种无法忽视的强大气场。红衣提灯、法度不可忤逆等经典名场面瞬间刷屏全网。抖音上的话题播放量迅速突破50亿，迪丽热巴和私募单话题播放量更是突破12亿。开播仅3天，剧集便狂揽87个热搜，其中23次登顶热搜榜首，热度遥遥领先于同期所有剧集。最为难得的是，这部剧不仅在热度上取得了突破，更实现了商业与口碑的双丰收。仅开播5集，剧集便植入了5大品牌广告，商业密度遥遥领先。赫斯木这一角色也迅速成为腾讯视频年度首个热度突破亿的角色，观众对剧集及角色的认可可见一斑。不仅仅是国内，白日提灯在海外的表现也出乎意料，真正实现了国产剧的文化输出。剧集同步登陆全球115个国家和地区， YouTube 平台首集48小时播放量突破1000万。在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他强势登顶热播榜榜首。迪丽热巴饰演的红衣鬼王仿妆在 TikTok 上掀起了病毒式传播热潮，海外网友纷纷模仿并留言称赞，东方美学太惊艳，迪丽热巴的演技太有感染力。如今，东方奇幻题材已经成为了全球影视市场的热门，尤其是中国古装剧与日韩奇幻作品的融合，正不断跨越地域和文化的界限，触动着不同背景观众的心。而白日提灯的海外爆火，正是国产剧在文化输出上的又一次成功尝试，向全世界展示了东方影视的独特魅力。从《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灵动俏皮的凤九，到《长歌行》中飒爽坚韧的李长歌，再到如今白日提灯中一人分饰3角的贺思木，迪丽热巴从未停下挑战自我的步伐，她的古偶角色始终不被局限。她不断地大胆挑战复杂人设与高难度表演，一步步稳固了自己在古偶圈女王的地位。曾有人质疑她只靠颜值，没有演技，但如今白日提灯的开播成为了她最有力的反击。她用细腻的演技成功驾驭了3个完全不同的角色，通过一组组断层数据证明了自己出色的扛剧能力，完成了从流量到实力的全面蜕变。随着剧集热度的持续攀升，网络上的争议也随之而来，支持者们纷纷为她点赞，内娱女顶流就该是这样，数据与演技双在线，迪丽热巴太绝了。红衣鬼王的造型简直封神，一人分饰3角毫无串戏感，演技也肉眼可见的进步。国产剧终于有了像样的东方奇幻作品，文化输出的效果真是太提气了。但也有反对者提出了不同声音，热度高不代表质量好，剧情还是老套的古偶套路。一人分饰3角看似惊艳，实则角色反差不够，可能有刻意炫技的嫌疑。过度吹捧顶流，忽视了剧集本身的制作问题。更有网友提出了深层次的讨论，顶流的扛剧到底是流量的胜利，还是作品和演技的双赢？国产剧的文化输出又该如何摆脱流量的依赖，真正凭借内容打动全球观众？在我看来，白日提灯的成功不仅仅是迪丽热巴顶流号召力的展现，更是国产剧制作水平的一个新高峰。这部剧并没有依赖流量，而是将顶流演技、顶级制作与东方美学完美融合，既满足了观众的视觉需求，也成功传递了东方文化的魅力。迪丽热巴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她多年沉淀、不断突破的结果。她用一步步鲜活的角色证明，顶流绝不仅仅是流量花瓶，更是能够支撑得起作品、撑得起角色的实力派演员。如今，白日提灯的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许多人都在期待它能早日突破3万热度，创造更多的辉煌。这部剧不仅为内娱古偶剧树立了新的标杆，也为国产剧的文化输出开辟了新的路径。期待迪丽热巴能够继续深耕演技，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也希望更多的国产剧像白日提灯一样，兼具颜值、演技与文化内涵，走向全球，惊艳世界。你被迪丽热巴的红衣鬼王造型惊艳到了吗？
你认为这部剧能够突破3万热度吗？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如果说近几年古装偶像剧还能带来开播即爆的震撼时刻，那么白日提灯无疑就是那个重新点燃市场热情的存在。而在这场盛大的热度风暴中心，迪丽热巴几乎以一种不容忽视的姿态，稳稳站在聚光灯最中央。说实话，观众早已见惯了所谓爆款开局的数据轰炸，但像白日提灯这样，从上线15分钟热度破22000，到短短不到1小时再创新高，再到预约量、在线人数、全网话题全面开花的节奏，依然让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现象级冲击力。这种冲击并不只是数字的堆叠，而是一种久违的观众真的在追、在讨论、在沉浸的真实热度。而这一切离不开迪丽热巴的核心支撑力。她这一次最令人惊喜的地方，不只是美，而是变。在白日提灯中，她一人分饰3角，冷冽强大的400年鬼王赫思慕，脆弱破碎的孤女，以及带着疯批气质的第三人格。这样的设定其实对演员来说是极高难度的考验，稍有不慎就会变成简单的外在区分，而缺乏内在灵魂的支撑。但迪丽热巴做到了让人信服。她的鬼王是带着压迫感的，不是简单的冷，而是一种我站在那里，规则就成立的气场。她的孤女则是轻轻一碰就会碎的那种脆弱，眼神里有惶恐，有依赖。至于第三人格，那种带点危险气息的偏执与不稳定，则通过细微的表情变化悄然流露。3种状态之间的切换，并不是靠夸张的动作，而是通过眼神、呼吸甚至节奏的变化完成。这种克制反而更高级。尤其是红衣白发的鬼王造型，可以说是近年来古偶视觉记忆点中的高光之一。那一抹极致张扬的红与冷冽到极致的白发形成强烈反差，再叠加它本身浓烈立体的五官，几乎在第一眼就完成了角色封神。更难得的是，这个造型并没有停留在好看的层面，而是成为角色性格的延伸，艳而不俗，冷而不僵，美中带微。很多人会说迪丽热巴一直很美，但在这部剧里，她让人看到的是美可以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的全部。再看整部剧的完成度，白日提灯其实也在尝试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它并没有停留在传统古偶的甜宠逻辑，而是加入了更多东方奇幻的世界观构建。从归墟的设定，到整体视觉风格的暗黑基调，再到敦煌元素的融入，都让画面呈现出一种兼具古典与奇诡的独特质感。1900个电影级镜头，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堆砌，而是确实服务于氛围的营造。当红衣鬼王提灯而行的画面出现时，你会发现那种美感是有重量的，它不只是漂亮，而是有故事、有情绪、有历史感的。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从东南亚到更广泛的海外市场，白日提灯正在被越来越多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接受和讨论。红衣鬼王的仿妆在短视频平台上迅速传播，这种自发性的模仿与再创造，其实正是文化输出最自然也最有生命力的方式。某种程度上，这比单纯的数据更有意义。当然，伴随着高热度而来的争议也从未缺席。有人质疑剧情套路，有人认为角色反差仍有提升空间，也有人对顶流带剧的现象提出疑问。这些声音的存在，其实恰恰说明了一点：这部剧真的被认真看待了。因为只有被关注，才会被讨论；只有有分量，才会被挑剔。回看迪丽热巴这些年的角色轨迹，从早期的灵动可爱，到中期的坚韧成长，再到如今敢于挑战复杂多面的人物，她的路径其实非常清晰，不断跳出舒适区。她或许不是一开始就以演技派标签被认可的演员，但她一直在用作品慢慢把这个标签一点点补上。白日提灯某种意义上就是一个阶段性的证明，它证明了所谓顶流
并不只是流量的代名词，也可以是作品完成度、角色塑造力和市场号召力的综合体现。当这些因素真正叠加在一起时，才会诞生这样一部既能打数据，也能打讨论度的作品。至于它能否突破更高的热度记录，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让人重新对古偶剧产生了一点期待。原来在熟悉的类型里，依然可以看到新的表达；原来在被反复讨论的演员身上，依然可以看到成长的惊喜。而迪丽热巴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里，一点点把顶流这个词变得更有分量。妈系女神迪丽热巴巨宣现场封神，2套穿搭演绎冷艳与温柔的双重魅力。正在热播的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又迎来一波冠剧高潮，这波高潮是由4月1日的剧宣活动引起的。在北京举办的归墟入口开放日，沉浸式追剧团通过线下高能互动加线上热搜霸屏的组合拳，成功将剧集热度从单纯的播放量转化为了全网话题度。在活动中，迪丽热巴以顶级美貌与强大气场，又流露出温柔包容的成熟魅力，被粉丝和媒体盛赞为妈系女神的标杆。迪丽热巴在活动中的2款穿搭也成为大家热议的焦点，一款红黑皮格蕾丝拼接礼服，镂空设计与冷艳气质完美契合，被媒体称为万灵之主降临。另一款则以桃粉色针织上衣搭配黑色半裙，高饱和度撞色凸显慵懒利落的气场，被赞明艳与温柔共生。2款穿搭也将迪丽热巴妈系女神的2极魅力展现出来。迪丽热巴红黑梦境里，万灵之主加冕。穿搭上这款红黑皮革蕾丝拼接礼服的迪丽热巴，不再是单一标签里的明艳美人，而是把冷艳与温柔、锋利与包容揉碎，塑造成了独属于她的万灵之主气场。礼服的设计就是一场充满故事感的创作。深 V 皮革上半身自带冷条的光泽感，利落的剪裁勾勒出线条，像为它镀上了一层疏离的铠甲。而侧边的镂空蕾丝与垂坠而下的酒红色蕾丝裙摆，又在冷硬里凿开了温柔的缺口。红与黑的碰撞，皮革的利落与蕾丝的柔米，像在她身上上演了一场关于克制与盛放的博弈。迪丽热巴的表达也十分的奇妙，没有刻意的张扬，她只是垂眸转身，便把妈系女神的底色悄悄铺陈开来，是红丝绒耳饰与裙摆呼应的复古温柔，是面对镜头时松弛从容的气场，也是冷条妆容里藏不住的舒展与包容。这种可冷艳可温柔的反差感，让她从一众造型里跳脱出来，完美契合了万灵之主的命题，既有掌控全场的强大气场，也有能容纳所有情绪的柔软内核。迪丽热巴桃粉与黑的撞色美学，解锁明艳与温柔的共生感。迪丽热巴的这款穿搭用高饱和撞色的张力，揉成了独一份的慵懒利落气场，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明艳与温柔共生。上身的桃粉色针织上衣是整套造型的灵魂，高饱和度的粉自带春日元气，却没有甜腻感，反而因为利落的圆领、中袖和一排黑色纽扣，多了几分克制的精致感。柔软的针织面料贴而不勒，勾勒出松弛的线条，自带温柔的柔光滤镜。下身搭配的黑色高腰半裙，则像一块冷静的调色板，瞬间压住了粉色的跳脱。利落的剪裁把腰臀比衬得恰到好处，又甜又辣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撞色的搭配是这款穿搭的亮点，桃粉的暖条与黑色的冷条形成强烈对比，既保留了少女感的鲜活，又靠黑色的沉稳注入了成熟的气场。搭配她微卷的黑发与暖条的橘色耳饰，整套造型的色彩呼应堪称完美，没有一丝杂乱，反而把她妈系女神的包容感与明艳感都衬了出来。迪丽热巴这2款穿搭也与剧集巧妙融合，被热议为妈系女神不是因为她拥有顶级的容貌和惊艳的造型。这场从剧内延伸至剧外的妈系风潮，其真正的内核在于一种复杂而自洽的魅力综合体。它是角色、演员、时机与情感需求的完美共振。而妈系女神的标签
也反映了大众审美与情感投射的微妙变化。这波热潮表面看是活动与造型引爆的话题，实则是剧集塑造的强大女主形象与演员自身抵达的成熟阶段深度契合后所引发的广泛共鸣。在这个被流量与标签迅速更迭的时代，真正能够留下来被反复讨论与回味的，从来不是一瞬间的经验，而是一种可以不断延展、持续共鸣的气质。而这一次，围绕古装奇幻剧《白日提灯》的剧宣现场，迪丽热巴再一次用她极具层次感的表达，给出了一个几乎可以称得上范本级的答案。那天的北京，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宣传场地，更像是一个被精心搭建的情绪入口。当归墟入口开放日的沉浸式概念落地，观众走入的不只是剧的世界，更是角色与演员共同构建的情感空间。而迪丽热巴就站在这个空间的中心，她不需要刻意强调存在感，只是出现便已经成为焦点本身。最令人惊叹的是她对反差的掌控力。第一套红黑皮革蕾丝拼接礼服，一眼看去是锋利，是疏离，是带着距离感的冷艳。但如果你愿意多停留1秒，就会发现那种冷并不是拒人千里之外的冰，而是一种带着温度的克制。皮革的利落像是他为自己披上的铠甲，而蕾丝的柔软则像是他刻意留下的一道缝隙，让情绪可以流动，让温柔得以呼吸。这种设计的复杂性被他演绎得毫不费力，他没有用力去表现什么，只是一个垂眸，一个轻微的转身，就把万灵之主的气场铺展开来。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你既能感受到他对全场的掌控，也能感受到他对周围一切的包容。这种力量与温柔并存的状态，其实正是当下观众最渴望的一种情绪投射，强大但不冷漠，柔软却不脆弱。而当他换上第二套桃粉针织上衣与黑色半裙时，整个气场却像被重新调色，没有了红黑的戏剧张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贴近生活的松弛感。那件高饱和的桃粉色本该是甜美甚至略显张扬的，但在他身上却被穿出了分寸感。针织的柔软贴合身体线条，不强调曲线，却自带一种温柔的包裹感。黑色半裙则稳稳地压住了所有可能的轻飘，让整体回归到一种干净利落的节奏之中。最妙的是这种撞色的情绪表达，粉色代表着情感的外放与生命力，而黑色则像是经验与沉淀的象征。当这两种颜色在他身上相遇，并没有彼此消解，反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既有少女感的明亮，又有成熟气场的稳定。这种状态，不正是很多人心中理想的成长模样吗？也正因为如此，妈系女神这个称呼才显得格外耐人寻味。它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温柔或照顾，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气质集合，是可以独当一面的强大，是可以理解与包容的情感深度，也是经历时间之后自然沉淀出的从容。迪丽热巴恰恰在这一点上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回看整个剧宣事件，它之所以能够从一场活动延伸为全网话题，并不只是因为造型足够出圈，也不只是因为剧集本身的热度，更重要的是，它精准地击中了当下观众的情绪需求。白日提灯所塑造的是一个拥有力量与复杂性的女性形象，而迪丽热巴则在现实中完成了这一形象的外化与延续。当角色、演员与观众情绪在同一个节点上产生共振，所谓的爆点其实就变成了一种必然。所以当人们反复提及那两套造型时，真正记住的从来不只是红与黑的惊艳，或粉与黑的和谐，而是它在其中所呈现出的那种状态，一种既能够掌控世界，又愿意温柔以待的存在方式。这或许才是封神的真正意义。白日提灯热播全网，只夸迪丽热巴，陈飞宇又被骂上热搜。白日提灯开播那天的数据好得吓人，预约量674万，创了腾讯今年新高。开播1小时热度破万，抖音话题播放量好几个亿，热搜一个接一个往上挂。
可热闹全是迪丽热巴的，陈飞宇啥也没捞着。这部剧播到现在，全网讨论的都是迪丽热巴一人分饰三角有多惊艳，红衣白发的鬼王造型多绝，连央视网都下场点名表扬。陈飞宇迷战损镜头刷了几轮屏，然后就没了。有观众评价的挺狠，说迪丽热巴演的鬼王和思慕眼神里全是故事，陈飞宇演的少年将军段须本该是被付血球的狠角色，结果演成了碍事耍帅，战损妆糊在脸上，眼睛里空荡荡的。两人同框不像宿命羁绊，倒像姑姑带侄子闯江湖。陈凯歌大概真没想到，自己费心铺路这么多年，连迪丽热巴这种顶流都带不动他儿子。其实陈飞宇的起点高到让同行眼红。2000年出生在美国，爸爸是第5代导演扛把子陈凯歌，妈妈是当年的古装美人陈红。虽然陈凯歌夫妇对孩子管教严，陈飞宇小时候穿校服坐地铁，回家做家务、吃饭等爸爸先动筷子，但这种严格跟普通人家的严格完全不是一回事。10岁就被爸爸带进赵氏孤儿剧组客串少年君王，对手是葛优、王学垠这种影帝。那会儿他还是个200多斤的小胖墩，外号二猪。后来去美国读高中，因为被喜欢的女生拒绝，半年减了60斤，一下子显出了遗传自妈妈的好底子。2016年陈凯歌拍《妖猫传》，16岁的陈飞宇以导演助理身份进组，主要工作就是照顾戏里那只黑猫，顺便在片场学看看。1年后他正式出道，直接就是青春片蜜果的男1号，搭档正当红的欧阳娜娜。电影投了3000多万，票房790万，豆瓣4.6分，扑得彻彻底底。陈凯歌护犊子，公开说儿子演技少年演少年，老老实实演自己。可这话一出，靠爹资源咖的标签就牢牢贴上了。后来他考上北电表演系，拿到大 IP 江夜的男主，打戏亲自上，拿了话顶奖，又凭最好的我们拿了东京电影节新人奖。但这些都没能让他摆脱陈凯歌儿子的身份。真正让他短暂出圈的是2022年的《点燃我，温暖你》，他演的金发编程天才李寻，傲娇又破碎，阿瑟这个梗火遍全网，那是他离顶流最近的一次。可他转头就把路人缘败光了。同年上了真人秀《新游记》，这节目主打让明星体验普通人生活，结果陈飞宇在东莞拆舞台玻璃，干了3小时就说太累头晕，挣了15块钱，打车花了140。后来在玉林输了游戏，要在渔船上打工还债，第2天任务没完成，他自己就跑了，直接导致后续环节取消。整档节目他全程放空，别人聊天他沉默，采访时说自己就适当期空了来玩一下。网友评价很直接，不食人间烟火的贵公子，根本融不进普通人的世界。综艺翻车还算小事，2023年的照片门才是致命打击。有媒体曝出陈飞宇和女网红的酒店照，女方被扒出来是他从蜜果时期就跟着的站姐，而且当时被曝已婚。各种不好的标签瞬间贴满全网。工作室发声明说两人交往时都是单身，照片是恶意偷拍，女方也澄清了。陈飞宇还起诉造谣者获赔15万，全捐了公益。但公众印象这东西碎了就很难修复。这事不光重创了陈飞宇的事业，连陈凯歌当时筹备的新片都被连累，资方撤资项目搁置。风波之后，他试图靠主旋律作品翻身，接了志愿军系列，观众不买账。2025年的现偶剧《吃饭跑步和恋爱》开播2天，播放量才1000万，豆瓣3.2分，87%的人打1星。同年8月的仙侠剧《现鱼》开播第2天，广告商集体跑路，招商品牌从12家只剩1家，有影院贴公告说票价降到5块都没人看。陈飞宇红不起来的根本原因，观众看得很清楚。演技是最大的硬伤，入行快10年，始终被诟病面瘫、眼神空洞、台词机械。他骨子里的贵公子气质跟很多角色都不搭，
演反程之轻像时尚模特走错片场，演因致失组变成中二病发作。星二代的身份也在反噬他，观众看他的作品自带拼爹滤镜。比起同样是星二代但靠小角色一步步撕掉标签的张若昀、王骁、陈飞宇，始终没走出父母的阴影。他自己的定位也一直模糊，采访里说想让观众记住角色，但实际选的戏永远是冰山校草、高冷霸总那一套，从来没有真正突破过。白日提灯还在播，迪丽热巴靠这部剧又稳了一把顶流位置，陈飞宇依然卡在陈凯歌的儿子和演员陈飞宇之间，进退两难。娱乐圈就是这样，爹妈给的只是入场券，能不能站稳脚跟全看自己。陈凯歌能给儿子最好的资源、最强的搭档，但给不了他演技和观众缘。在这个信息爆炸、流量更迭飞快的时代，一部剧想要真正出圈，从来不只是靠话题和热搜，更要靠能够直击人心的表演。而当白日提灯掀起一波又一波讨论时，观众最终记住的名字几乎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人——迪丽热巴。说实话，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意外，但却依然令人惊叹。很多人初看这部剧是被宏大的世界观、精致的服化道吸引，但真正留下来的是他在镜头里的每一次呼吸与眼神。他在剧中一人分饰三角，这本就是对演员极高的考验，不仅要区分人物的外在气质，更要在细节之中建立起清晰而独立的灵魂。但迪丽热巴做到了，而且做得漂亮。尤其是鬼王贺思慕这个角色，一出场便几乎锁定了整部剧的气场中心。红衣、白发、冷艳中带着危险，那不是简单的美，而是一种带有侵略性的魅力。可真正让人沉迷的，从来不是造型，而是他眼神里的情绪，那种仿佛看尽人间悲欢，却依旧执念不散的复杂感，让角色瞬间立住。你会发现，他不是在演，而是在成为。有一场戏，他几乎没有台词，只是静静站在那里，目光缓缓转动。可就是那短短几秒，观众却能读出孤独、冷漠、隐忍，甚至还有一丝几乎不可察觉的温柔。这种层次感，并非技巧堆砌，而是一种经过时间沉淀后的自然流露。这也是为什么全网讨论的焦点会如此集中在他身上。在如今的古装剧市场，观众早已见惯了美而空的角色，造型惊艳却没有灵魂，情绪激烈却没有根基。而迪丽热巴的表演恰恰打破了这种疲态，她让观众重新意识到，原来流量与演技并不是对立的。他可以是高高在上的鬼王，也可以在某一瞬间流露出人性的脆弱与柔软。他可以冷到极致，也能在情感爆发时让人感到真实的疼痛。这种反差不是刻意设计，而是角色本身的生命力被他完整的释放出来。更难得的是他的稳定。很多演员会在高光角色中用力过猛，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无论是情绪的推进，还是人物的转变，都显得自然且有分寸。这种节奏感往往决定了一部剧的质感，也决定了观众能否真正沉浸其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白日提灯的成功不只是数据上的胜利，更是一种演员价值的体现。而迪丽热巴正是在这样的作品中一次次稳固了自己的位置。她不再只是被讨论的名字，而是被记住的角色。当然，一部剧的讨论总会伴随着对比与争议，但观众的感受往往最直接，谁让人信服，谁就会被留下。不是因为话题多，而是因为真正打动了人。回过头来看，这几年他的变化其实是清晰可见的。从早期的明艳外形，到如今逐渐沉稳的表演风格，他在不断调整，也在不断突破。他开始更在意角色本身，而不是外界的评价。这种转变让他的表演多了一层厚度，也多了一份耐看。或许这才是一个演员真正成长的标志。娱乐圈从不缺资源，也不缺机会，
但真正能够把机会转化为作品的人，始终是少数。而迪丽热巴之所以能在一次次竞争中站稳脚跟，不只是因为她拥有顶级的曝光度，更因为她在关键时刻总能交出让人信服的答案。白日提灯还在继续，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这一次她不仅赢得了热度，也赢得了观众的心，而这才是比任何数据都更难得的东西。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愿你们生活中充满欢乐与幸福。再见。